年7月11日15点22分，女朋友张雅因攀附上富二代，正式向你提出分手。7月11日，那不是今天吗？什么破玩意儿啊！啊，我女朋友那么喜欢我，怎么可能跟我提出分手？张天啊，小雅，他是张天，我们分手吧。你都快30了，还一事无成，你觉得你现在还配得上我吗？小雅，小雅，难道没钱就真的不配拥有爱情吗？有一天我有赚大钱。那个日记本，15点22，15点22，我的女朋友跟你提出分手。时间分毫不差，难道那个笔记本能预知未来？啊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我就发达了。啊，未来日记，找到你了。2020年7月12日，文化市场东南角有人在劳力古玩摊买到一个白色赝品瓷瓶，里面发现曹以一枚赵国旗馆帮场大刀币，赚了100万元。今天是7月11日，这上面写的却是7月12日发生的事情。如果我能提前截胡这个白色赝品瓷瓶，那么这泼天的富贵就是我的了。未来笔记预言的泼天富贵就在这里了。哎，大哥，你知道老李的摊位在哪儿吗？那个小伙子，老李头可是出了名的黑心，他摊上就没真东西，当心点，千万别被骗了。好，谢谢啊，我去看看。未来日记预言的藏有战国大刀币的白色瓷瓶，应该就是这个了。小哥，你可真是太有眼光了，这可都是有年份的老东西。嘿嘿，瞧瞧这个，你瞅瞅。这个宋代汝窑宝瓶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啊！就是它，不过不能太刻意，不然肯定被宰。哦，果然和未来日记说的一样，瓷瓶里藏着古战国刀币，真要发财了。这个瓶子怎么卖啊？小哥，我看你是真心喜欢，我也不跟你乱要价。这个数1万，你拿走。算了，太贵了，我不要了。哎，你别急着走啊，你都是还魂价啊！你都是还魂价啊！50，成交，那我就买了。好，转过去了。嘿嘿，又一个冤大头，一个没人要的破瓶子卖了50块，买来价值100万的战国刀币，这泼天的富贵啊，终于轮到我了。张小姐，您看，这是上好的冰种翡翠，水头足颜色正，是我们店的镇宝之一，售价是28万8千元。多少？28万8，就这么个镯子？冯少，你不是答应我了吗？只要我跟张天那个穷屌丝彻底分手，你就买个镯子送我。你看这镯子多配我呀！你好，你们这收东西吗？你好，你们这收宝贝吗？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我前男友吗？就你一个穷屌丝，能有什么宝贝啊？这里可是高档珍宝店，就别拿你家的破烂丢人现眼啦！服务员，这什么情况？怎么什么人都往里放啊？赶紧把这人赶出去，不然影响我们购物的心情。你先下去。哼，吵什么？在我的店里来的都是客人，怎么也轮不到你们2位替我赶人。如果2位再对我的客人出言不逊的话，就请你们出去。小兄弟，不好意思啊，手下人不懂事儿。你刚说想出手东西，拿出来让华某人长长眼。好，就是这个。老板，我这件宝贝可是价值100万。小兄弟，请恕我直言，这件东西啊，就是一件现代的工艺品，没有收藏价值，在地摊上几块钱就能买到一件。拿个破烂玩意儿当宝贝，真是笑死人了。黄老板，怎么样？现在看清楚了吧？他呀，就是一个穷屌丝，哪有什么值钱的宝贝？赶紧把他赶出去吧。老板，这个瓶子呢，确实一文不值，真正的宝贝另有玄机。张天，你疯了，在这里莫名其妙。老板，你看看这个。哎呀，这可是战国时期的齐反帮场大刀币呀，传世量极其稀少，是收藏界的顶级珍品呐。老板，不知道这件宝贝能不能入您的眼？你这可是举世罕见的珍宝，这东西我太喜欢了。这样，我出100万收购你这枚青铜币。我出100万收购你这枚青铜币，
怎样？老板，你是个爽快人，行，就按照您说的价。小丽，快给这位先生办理转账。好的，老板，这就去办。哎呀，支付宝到账100万。不就是走了狗屎运，捡了100万吗？张天，我告诉你，100万在市区连个房子的首付都不够。说到底，你还是一个底层的臭屌丝。张扬，我告诉你，这仅仅只是开始，很快你就会后悔做出和我分手的这种愚蠢决定。后悔？我会后悔？哼，真是笑死我了。冯少家的资产可是上亿级别。上亿？行，那我就先定个小目标，先赚他100亿。妈，那个钱我已经给你打过去了，您跟我爸呀，该花就花，千万别省着啊。天天，妈刚想给你打电话呢。你表嫂她不是离婚了吗？刚去张城散心，你可得多照顾照顾。小婉那孩子那么水灵，一个人在外面多不安全呀。嫂子，2020年7月11日17时30分，表嫂苏小婉与贾鲁和捡到一枚星光歌血红宝石，价值300万，误以为是廉价工艺品，苏小婉随手扔入河中。嫂子把300多万的红宝石扔到河里了。嫂子把300多万的红宝石扔到河里了。红宝石这种地方怎么可能有宝石？肯定是假的。嫂子，别扔！小天，你怎么来了？嫂子，千万别扔这个，拿稳了。这就是一个玻璃工艺品，留着也没用啊。嫂子，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玻璃制品，这是星光歌血红宝石，价值300多万呢。300多万？你是认真的？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看嫂子离婚了，编个故事逗我开心，对吧？嫂子，你要是不信，我跟你去鉴定一下，咱们直接卖掉。好，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那把它卖了，赚的钱嫂子分你一半。好，走。黄老板，又来打扰了，我给你带来一桩生意，请你这个专家好好长长。哎呦，小兄弟，欢迎欢迎！这次又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啊？哦，二位稍后，我仔细看看。表嫂，你放心，这家店我经常来。小姐，这是颗极其罕见的星光歌血红宝石啊！我出300万现金收购这枚红宝石，你看如何？300万？我捡到的这块石头这么值钱啊？好，那就按老板说的价格卖吧。小姐是个明白人，我这就给你打款。嫂子，这儿就是我租的房子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在这住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坐。小天，我答应你那150万，我给你转过去了。表嫂，你太客气了，我这只是……如果不是你啊，我早就把那宝石给扔了。呀，小天，你穿上这衣服更帅了，有霸道总裁那味儿。哦，把刚刚他试那几件衣服都帮我包起来吧。好的，现在给您打包。表嫂，这么多太破费了。这么多太破费了。今天嫂子开心啊，全场消费由我买单。那行吧，谢谢嫂子。我接个电话。好。喂，张天，你是哪儿去了？昨天旷工一天，今天还不来公司，还想不想干了？不想干就给我卷铺盖滚蛋！王胖子，你跟谁俩呢？你叫什么？张天，你反了天了！王胖子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干了。你不是你开除我，是你被炒了。你那点钱啊，留着给自己买药吧。再见啊，不，再也不见。哼，反了，敢这样对我说话！打包好了，给您，谢谢。难道未来日记又有新内容了？这次是什么预言？2020年7月12日下午3时20分，龙盛集团项目主管王德发将山区秋水图与废旧文件一同丢弃，市场估值不低于200万。王胖子那个有眼无珠的蠢货，居然要把200万的字画当垃圾扔掉。刚骂完那胖子，难道又要回公司？不管了，有钱不赚王八蛋。不管了，有钱不赚王八蛋。嫂子，我公司有点事儿，我得先回去。那你先回去吧，钥匙要紧。好，改天我再陪你逛街。张天，你昨天旷工一整天，王胖子都快气疯了。
是啊，刚才他还在那儿摔杯子骂人呢，你可小心一点。没事儿，我今天来啊，就是跟他做个了断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张天呢？你不是不干了吗？是不是出去转了一圈，发现像你这种废物根本找不到工作？你要是求求我，我兴许心情一好，大发慈悲让你回来。山居秋水图，王主管，张天可是业务骨干啊！是啊，凭什么开除张哥？王胖子，不劳你费心，我现在打算创业，说不定你以后没工作的时候还得来找我投简历呢。创业？就凭你，张天，你是不是睡糊涂了？你创什么业？收破烂吗？王主管，真是太过分了！就是，张哥之前在公司那可是任劳任怨的。王胖子，你说的还真没错，我现在就是收破烂的。那些你还要吗？不要我可就收走了。这些从角落翻出的装饰品，我正准备扔掉。张天，你也就这点出息了。这些破烂你想要就拿走，不过你那些工资和奖金可就没了。王主管，太不地道了！那点破烂怎么能和工资比？这明显是欺负人！哼，这可是未来日记里价值200万的字画。行，工资我不要了，就收这点破烂就行。大家都听到了啊！张天自愿不要工资的，只要破烂，我可没逼他。行了，那个后续的手续我也办好了，同志们再见啊！200万的字画放王胖子手里，真是明珠蒙尘，暴殄天物。哎，你好，让一下。我有事情，让一下。哎，赵小姐，您怎么亲自来我们这儿啊？张天，你眼睛长哪儿去了？这位可是我们集团赵董的掌上明珠赵灵儿小姐，还不快让开！冲撞了她，你担得起吗？你好，这是你刚刚收的字画吗？可以给我看看吗？坏了，他不会是看出什么了吧？万一他识货，这就是点破烂，没什么好看的。放心，我只是好奇看一下，光天化日我又不会抢你的东西。看你这紧张的样子，该不会真是个宝贝吧？赵小姐，您说笑了，这就是我清理杂物间翻出来的破烂，一文不值。张天这小子没出息，非要拿这些破烂抵工资，大家可都听见了。王胖子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。行，既然你想看，就给你看看。不过我可说好了啊，这些可都是我的。装模作样，垃圾就是垃圾。哇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应该是前朝的山居秋水图。按照现在市场的定价，应该在200万左右。200万！王主管不是说这是破烂吗？200万？这幅破画值200万？赵小姐，您可不能开玩笑啊！怎么可能值200万？我从小跟随我外公学习字画鉴赏，这幅山居秋水图，根据它的笔法、用墨、绢帛年代，特征极其明显，绝对不会出错。张天，把画交出来，这属于公司财产，快还回来！王胖子，刚才你可是说好了，这些破烂给我，我的工资我可不要了。大家伙都听着呢。没错，我们大家都听见了，是王总管逼着张天用画抵工资的。就是，现在知道是个宝贝，想抢回去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我不管，反正这画属于公司的，你必须交出来，不然我就报警告你盗窃公司财物。好了，这事到此为止。赵小姐，可是既然交易已经完成了，不管价值多少，这幅画现在属于张天，这是他的眼光还有能力。张天，有没有兴趣再回龙盛集团？我们分公司正缺一位具有独特眼光还有判断力的经理。赵小姐，那我呢？我现在是分公司经理呀。你呀，鉴于你此次事件中的严重失职，以及对公司优秀员工进行羞辱压榨，你已经被开除了。啊！开除好，活该开除。赵小姐，谢谢您的好意，不过呢，我还是打算创业。有未来日记，打工是不可能的。明天把这幅画卖了，就去开公司创业。对了，看看有没有新的日记。2020年7月13日，城南赌石场一个布满裂纹的赖字头黑石头里，开出了罕见的帝王翡翠绿，价值2000万。2000万，这可是天降横财啊！
飞来日记书上说，这块石头是黑色表皮，布满裂纹，就算把赌石摊翻个遍，我也要把它找出来。张天，这么巧，你也在这儿？赵小姐，你怎么也来这种地方？怎么，就允许你来捡漏，不允许我来碰运气啊？刚好我也是一个人逛无聊，咱们俩要不一起逛逛？行，走。其实你不用老叫我赵小姐的，太生分了。我这刚毕业没多久，你就叫我灵儿就好了。好。哇，黑色表皮布满裂纹，所有特征都对上，未来日记里说的石头就是它。灵儿，你怎么跑这来了？二哥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之前家里面给你介绍这么多相亲对象，你都看不上。你说你有男朋友，该不会就是他吧？没错，张天就是我男朋友。你们以后就不要再给我安排相亲了。这是搞什么豪门恩怨剧本啊？我家里一直给我安排相亲，帮帮我。你是灵儿的男朋友？你知道灵儿是什么人吗？100万，只要100万，我就离开他。混账玩意儿！你把我妹妹当成什么了？灵儿，你找的人就是这样的吗？为了钱，可以直接把你卖了，看清他的真面目了吗？你就别管我的事儿了，我就是喜欢他，他是人渣我也喜欢。行，你喜欢钱是吧？那咱们就来赌石头，我们两个各选一块。假如我赢了，你从此以后离开江城，永远不准出现在灵儿面前。那如果你输了呢？哼，要是我输了，我不仅不会阻止你跟灵儿的任何事情，还额外给你200万，怎么样？赌不赌？二哥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好，答应你。张天，你别答应他，我二哥就是做珠宝生意的，你跟他赌会输得很惨。没事儿，万一我的运气特别好呢？哎呀，少废话！这样，我让你先挑，别说我欺负你。小哥，随便挑，我这摊子上的石头，通通一口价，2000块。行，就这块吧。张天，这石头皮壳又黑又裂，行话叫赖子头，是最不受待见的品相。小伙子，这姑娘说的对。是啊，换一块吧。不用换，就这个。果然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愣头青。老板，我要这一块，切仔细点儿。好嘞，赵少放心。赵少不愧是行家，选的原石，皮壳老，色带明显，肯定涨。那是不看赵少是什么人。张天，没关系，就算你输了，我一定劝二哥，让他不要把你赶出江城。恭喜赵少，大涨啊！开出了糯种杨绿，这水头和颜色，价值至少30万。30万，赵少眼力太毒了。毫无疑问，那小子输定了。张天，你要是现在认输，我看在灵儿的面子上，放你一马，你直接离开江城，再也不要回来，我也就不再为难你了。二哥，你别太过分了，这赌石本来就不公平。张天，没关系，有我在，我二哥不会把你怎么样的。赌局还没结束呢，老板，我要的这块帮我切了。成，小哥你说了算。张天，你真以为赌石是过家家？这种地摊上的垃圾料开个30万，已经属于天花板级别了，你还指望那块垫脚石能翻盘啊？白日做梦。张天，我二哥吃软不吃硬，你就服个软吧，他不会把你怎么样的。没事儿。哎，老板来了。赵少。哎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肯定是块废料子。不是废料，是帝王绿，极品帝王绿。我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这么好的料子，价值至少2000万。价值2000万的帝王绿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的老天爷，2000万的料子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那块赖子头竟然开出了帝王绿！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我们的赌局应该是我赢了吧？哎，张兄弟，你怎么还当真了呀？我这跟你开玩笑呢，我就是考验考验你对我妹妹是不是真爱。咱都是一家人，什么赌约不赌约的，哎，都是开玩笑的哈，都是开玩笑的。二哥，怎么，你该不会想赖账吧？我刚才可都录下来了。你说我要是把这个视频发到家族群里，让咱们爷爷看一看你刚才盛气凌人的样子。老爷子要是看到我这个样子，
非得扒掉我一层皮啊！灵儿，我的好妹妹，哥刚才跟你开玩笑呢，怎么可能输不起呢？哎，我现在啊就给你们转，刚好呀，200万，也就是我1个月的零花钱。到账200万元。张天，你可太厉害了！我可是第一次见我二哥吃这么大的亏，他给你整钱时脸都绿了啊！对了，张天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块没人要的黑石头里面藏着帝王绿啊？没有，我哪那么神？我就是最近运气比较好。又来新情报了。赵灵儿二哥赵峰名下丰瑞地产于城西拍到的7号地皮，因城市规划重大调整，新增地铁枢纽站及重点学区，地价将于公示后暴涨500%。赵峰的地皮升值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吧？这情报暂时没用。哎呀，张天兄弟，妹妹，可算找到你们了。二哥，你来找我们干嘛？你不是都输给张天了吗？你该不会想开账吧？哎呀，你二哥是那种出尔反尔的人吗？张天兄弟，我看得出来，你是真心实意喜欢我妹妹，对吧？别，你先听我说完。你这石头不是挺碍事儿的吗？这样，你把它转让给我，从此以后，我们家不会再反对你们俩任何事情。赵峰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这帝王绿价值2000万呢，你凭什么空口白牙拿走啊？我又不白拿啊！这个是我名下公司丰瑞地产的股权转让协议，你只要把石头给我，我把整个丰瑞地产啊全部转给你。二哥，这丰瑞地产经营困难，就是个空壳子，市值最多也就值700-800万。张天，你可千万别信他。你懂什么呀？公司只是暂时困难，因为资金啊都压到项目上去了。我刚在城西拍下了一块地皮，说不定啊马上就升值了，到时候别说2000万，5000万都值。丰瑞地产，这不就是未来日记说的那家公司啊？张天，你可千万别信他，那块破地皮根本没人要，不值钱，你别上当了。妹妹，咱们俩才是一家人，你帮外人说话干什么？张天才不是外人，倒是你，你这不就是在骗人吗？果然是未来日记说的公司，地皮马上就要涨500%。二哥啊，我同意，这块石头你拿走，协议我签。这张天，没事儿。好，爽快兄弟，你跟我妹妹的事情啊，从今往后我举双手赞成。张天，你这该不会是喜欢我吧？所以才吃这么大亏，用这么贵的帝王绿换这个没人要的地皮啊？这大小姐什么恋爱脑？我是为了挣钱，挣钱懂吗？你开出了帝王绿，那又怎样？还不是便宜了我啊！一个快要破产的公司，竟然换价值2000万的帝王石，你还真是个傻子。风儿啊，你又去玩赌石了，整天游手好闲的。爸，我这不是给您淘宝贝去了吗？这可是极品帝王绿，您瞧瞧这水头，它可是我从一堆废料里慧眼识珠挑出来的。这个赌石10赌9输，又不能当饭吃。你前阵子拍下城西那块地皮，最近城市规划出来了，那块地马上就要涨价了，翻好几倍。你呀，也算是歪打正着，捡个漏。爸，您说的是丰瑞地产那块7号地皮？当然是丰瑞地产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爸，我把它卖了。你怎么把它给卖了？卖多少钱？就换了它。就换个这？你混账东西！不让你赌石，你非不听。那块地你要好好的给它开发开发，它价值至少过亿，你就换个这破石头啊！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，我们公司刚刚完成了股权变更，迎来了一位新的老板，大家可都要打起12分精神，好好表现，听明白没有？明白。周总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好好表现。张总好。张总好。小爹，这公司真的是你的？当然是我的了。嫂子，你不是说一直想找份工作？这样，来我们公司给我当秘书吧。啊？我能行吗？我没什么工作经验。
秘书工作很简单。张总，您的办公室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带您去看看。行，带路吧，请。小天，哦不，张总，喝水。哎呀，嫂子，都说了多少次了，在公司私底下叫我小天就行了，别那么生分。那不行，现在是在公司，就得叫你老板，要不然别人会误会。又有新日记了。2020年7月15日，江城好运街道万家福超市柜台左侧第一瓶金樽牌白酒，瓶盖内藏有1等奖标识，奖金高达300万元人民币。300万，竟然藏在瓶盖里，必须把它拿下。小天，你要买什么东西啊？我帮你一起找。先随便看看。就是它，蔚蓝日记说的1等奖，300万。老板，这瓶金樽白酒我要了。好嘞。小哥真有眼光，980一瓶。好，等等，老板，这酒我出双倍价钱，给我包起来。这位先生，是我们先来的，这瓶酒呢，我们已经买过了。先来的怎么了？付钱没有？没付钱就不是你的。老板，这酒我出双倍，给我包起来。哼，幸亏我姐夫是酒厂发货主管，偷偷告诉我1等奖精准投放门店，老子盯了好几天，这300万谁也别想抢。难道他也知道1等奖的秘密？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，这瓶酒我已经先要了，所以它是我的。小子，听不懂人话是吗？我说这酒我要了，识相的赶紧滚蛋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为了1瓶酒，至于吗？又是流川这小子，整天横行霸道。小天，我看他不太像好人，咱因为1瓶酒跟他闹麻烦，不值得。没事儿，我有分寸。老板，这瓶酒我出3倍的价格买它。哼，跟老子比有钱是吧？我出4倍，5倍。小子，铁了心跟老子作对是吧？两位，这酒好像是我的吧？你俩是不是没问过我的意见？少废话，老头，1万块钱，这酒归我了。我可没说卖给你。这位先生的确是先来的，还是原价980，这酒你拿走。老头，你是不是傻？1万块钱，有钱不赚你王八蛋呢！小伙子，嘴巴放干净一点，不要说1万你就是100万，这酒我只会卖给这位先生。老王可以呀，硬气。那是，老王前年拆迁分了好几千万呢，还分了好几套房，人家开超市就是图个乐。到账980元。老板，像你这种有诚信、懂规则的人，现在可真不多。你以后肯定会有福气的。我就是图个心安理得。妈的，这小子肯定不知道这瓶酒里藏着1等奖。对，他肯定不知道。只要我想办法把酒瓶弄到手，300万还是我的。老板，这个酒的1等奖奖品是什么呀？什么？1等奖？真是1等奖，金樽白酒的1等奖，奖金是300万人民币啊！哎呀，小伙子，300万，你运气也太好了！300万，就这1瓶酒啊！喝那么多酒也没中过1毛钱啊！小天，你中了300万！我的！刘川，你再胡搅蛮缠，我马上报警！你上个月刚从监狱里出来，是不是还想再继续待几年？原来是有前科呀！我说为啥这么豪横？报警抓他，还敢明抢！这瓶盖你拿好，恭喜啊！这上面有防伪码和兑奖方式。老板，你拿着，你去兑奖。奖金呢？咱们2个人，1人1半。1人1半，这可是300万！小伙子，开玩笑吧？我没有开玩笑，我认真的。不行，绝对不行啊！这奖金是你中的，我怎么能平白无故分你1半钱呢？老板，如果不是你坚守原则，懂诚信，懂得这个先来后到的原则，这瓶酒早就被他抢走了。所以这里面的奖金有你1半。说得好，这小伙子格局太大了。老王，你就收下吧，这是人家的一片心意。好，你这朋友我交了。来，
我给你转150万。走吧。慢走。小天，你今天简直是神了，出门买瓶酒都能中头等奖，你简直是财神爷附体啊！我只是运气好，你要是再这么夸我，我可就飘上天了。如果能一直这样，苏小婉，你在胡思乱想什么？小天是有前途的男人，你凭什么配得上他？对不起，我刚刚没有注意到脚下，我先上个洗手间。嫂子这怎么好奇怪啊？就扭了个脚，跑什么呀？难不成怕我吃了它？今天又挣了100多万，照这样下去，很快就能挣够我的小目标了。看一看有没有新的运气。2020年7月16日，城南百草汇中药材批发市场丙区第7摊位，在普通林下参中会有一只100年野生老山参，价值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。200万的野山参，丙区第7摊位就是这里啊。先生想看点什么？我这儿都是上等好货，野生的黄芪，精选的当归，需要什么尽管开口。就是它，100年老林参，200万。老板，这株林下参怎么卖啊？先生好眼力，这参虽然品相一般，年头十足，给你个实惠价，5000拿走。好，5000就5000。张天，怎么走哪都能碰上你？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呢，死缠烂打的跟着我，真恶心。舔狗做到你这份上，真是够执着的。可惜啊，小雅现在是我的女人了。你们俩都有病吧？明明是我先来的，你们两个跟2只苍蝇一样跟在我背后，像块狗皮膏药一样。你说谁是苍蝇？老板，5000块钱，我现在要。嘿，慢着，老板，我出1万卖给我，怎么你想要啊？你有钱吗？臭屌丝！哎呀，小兄弟，这位小姐出价更高，我小本生意，15000。2万。我看二位老板别动气，看您二位都是真心喜欢这山参，要不价高者得，这样最公平，对吧？这老板心也太黑了，明明已经成交，跟他们这样杠下去，肯定会被看出山参的价值，那就不值当了。老板，这样吧，这株参啊，我不要了，你卖给他吧。好嘞，小姐，2万。你是扫码还是现金？这老板不地道啊！人工山参不值钱的，花2万块买真是冤大头。这小伙子挺聪明啊，及时止损。这参我们不要了，我们钱多但也不是傻子。2万块，足够买10根这种人工山参了。没错，我们才不当冤大头呢。这山参我不要了。哎，话不是这么说的，价位是你们自己出的，你这都说好了。那刚才他不是也在砍价，卖给他好了。小兄弟，刚才是我老哥不对，你别跟我一般见识，你是个实在人，这样按原价5000卖你吧。老板，刚才是刚才，现在是现在。刚才你的诚信值5000，但是你现在出尔反尔，这株参啊，现在只值2000块。老葛搬起石头砸自己脚，做生意还是要讲原则。哎，行，2000就2000，卖你。来，我扫你。好了。几千块的东西还讨价还价，真是个穷酸鬼。小伙子，你手中这株山参能否让老朽看上一看？王教授。张天，这么巧，你也在这儿？赵小姐认识这位先生？王教授，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张天。张天，这是京都大学的王守仁教授，是国内中医药界的泰山北斗，是我专门请来为爷爷会诊的。张先生，你这株山参能否让我上手一观？看来这位老教授看出什么了，正好让这个女人看看她错过了什么。王教授，请吧。
真是的，一个破树根子还当宝贝似的找专家鉴定。这玩意儿要是值钱，老板能卖2000块钱。用脚趾头想一想，就知道这是假的。我果然没有看错，张先生，这是极其罕见的100年野生老山参啊！这是参中之王，是补气续命的最佳良药，它的市场价值起码200万以上。200万？王教授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你再仔细看看，这个破烂树根子怎么可能值200万？哼，你是在质疑我王守仁的眼力吗？我身为京都大学中医院学院的院长，我鉴定的药材比你见过的都多。这只100年野山参，我绝对不可能看错，它的价值只多不少。不就是200万吗？跟我们冯家的上亿资产相比，只不过是9牛1毛。小雅，我们走，这里不值得我们这么关注。张天，你就是一个臭捡漏的，不就是200万吗？再怎么样，你还是个穷鬼。哼！人参是我的，我不卖了，还我！啊！我呸！真不要脸！刚才亲口答应2000卖，现在反悔？见利忘义，以后谁还在你这儿买东西？你想做什么？张天，这里太吵了，我们换地方聊。好，走。张天，你去药材市场，是不是特意为了我买的这只人参啊？什么？这大小姐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？我爷爷重病在床，急需一只高年份的野山参来吊住元气，恢复气血，所以你才费尽心思找到它。谢谢你，张天。这大小姐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？哦，你是想要这个山参是吧？行，我给你。不过呢，生意归生意，朋友归朋友，200万你拿去吧。你就是个木头，大木头，只知道钱。我不图钱，我图什么呀？我的账号你应该有。回见啊，张小姐。你就是个榆木疙瘩，气死我了！丫头啊，我看这位张天小友是个妙人啊。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自认阅人无数，形形色色的人我也见过不少，但是像他这样的人，我还是头一次见呢。张总，你最近太劳累了，要注意多休息。嫂子，都说多少次了，私下呀叫我小天就行。张总听着太生分。不行，这里是公司，你是老板，我是秘书，这称呼不能乱呀。行吧，随你吧。2020年7月18日，恒生小区9号楼3单元12号挂牌出售。客厅摆放的装饰瓷瓶是明代官窑青花瓷，价值1000万，现房主对此毫不知情。你怎么了？是我捏疼了？没事儿，嫂子，走，陪我去买一套房子。啊？什么？买房子？哎，等等我！张先生、苏小姐，这套房子虽然房龄有点老，但地段好，交通便利，而且房东着急出售。现在比市场价低了足足1成，只要230万。小婉，你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？我觉得房子很好，但是有点太贵了。就是它，未来日记说的明代官窑青花，价值1000万，竟然被用来插鸡毛掸子，真是暴殄天物。我觉得这套房子挺合适的，就这套吧。张先生，您是说现在就决定要了吗？对，我带卡了，直接刷卡。好，我这就去跟房东联系，他就在附近，马上就能过来签合同。您稍等。小天，怎么突然想起来买房子了？啊，我觉得这套房子挺好的呀。再说买了之后，要不你也搬过来住吧，到时候就不用再去找别的房子了。搬过来住？这成什么了？难道小天为了我买房子，想包养我？哎呀！苏小婉，你在想什么？小天怎么可能是那种人？李经理，你到底靠不靠谱？这都带人来看多少回了，我价格已经降到最低了。你这次再卖不出去，下个月高利贷就要上门来堵锁眼了。苏小婉，表弟，怎么是你们？赵立恒，我说离婚的时候你怎么身无分文？原来是背着我偷偷把财产转移了，用来买这套房子了。你无耻！
你看你，话说那么难听干嘛？我的好表弟，原来是你要买我的房子呀！我看这样，房子你也别买了，你直接借给姐夫300万，啊不，350万。等我回本了，连本带利都还给你，够意思吧？赵立恒，我跟你很熟吗？这套房子原来是你的呀，那我就不要了，晦气。走。哎，别，都是我不对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这房子我还卖，就按之前说的230万，立刻签合同。这房子要是别人的，230万我还就真要了。如果是你的，那就降50万，180万。180万，张天，你这趁火打劫啊！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小婉，我们走吧。哎，赵先生，现在的行情您不是不知道，有诚意的买家真的太少了。如果您这次不卖的话，下次想要等到合适的买家，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。您的高利贷可等不起啊！我卖，我认了，180万，立刻签合同。林经理，来，去准备合同吧。哎，对了，购房合同里面要写的清清楚楚，包括这什么沙发了、家具、电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花瓶都得写进去，这都是连同附送的。这瓶子是我前年花50块钱在古董街淘来的，表弟你喜欢？去，立刻写合同，把我表弟说的都写上。好的。这小子现在这么有钱，180万打发叫花子呢。要从他身上多骗一笔大的，老子立马远走高飞，管他什么高利贷，全都滚蛋！表弟，你现在在哪儿发财啊？路子这么野，我路子广，刚好有个项目，只需要3000万投资，保证让你钱生钱。赵立恒，你债主快堵门了，还想拉小天下水？你看你，我这不是看表弟能力强，强强联合吗？张先生，合同准备好了，按照您说的，房屋内所有物品随房屋一并转让，您过目一下。好。现在你是我的了。哎，小天，现在没有外人了，你能不能给我说说，你为什么非要买下这套房子？嫂子，你看出来了？叫什么嫂子？叫我小婉就行了。我相信你这么做肯定有你的深意，你绝对不仅仅是为了买一套便宜的房子。小婉真聪明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赵立恒说这是他10几块钱在地摊上买的装饰品啊。什么装饰品啊？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，这可是一件明代官窑青花瓷瓶，流落民间啊，明珠蒙尘。明代官窑青花瓷瓶？恭喜二位，这绝对是真品。明朝嘉靖年间，官窑烧制的青花缠枝连纹玉壶春瓶，而且保存得如此完好，堪称传世珍品呐！居然是真的！我冒昧的问一下，张先生，这件宝贝你打算出手吗？如果转让的话，价格好商量，包您满意。黄老板，您是恒家，咱们也是老朋友了，我也不绕弯子了。这样吧，1000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张兄弟爽快，1000万就1000万。哎呀，说实话，这是我占您便宜，我这就给您转账。啥东西就1000万？老板，你说清楚。哦，先生，这是明代官窑出品的青花瓷，价值连城。官窑青花瓷？不可能，这是我在地摊花50块钱买来的，是我放在家里插鸡毛掸子的个破瓶子，怎么就值1000万？你们是不是合起伙来骗我呀？赵立恒，这青花瓷瓶现在可不是你的了，当初你白纸黑字写清楚了，把房子连同里面所有的东西一起卖给小天了，所以这青花瓷瓶就是小天的了。我的青花瓷瓶，我的1000万，我真是瞎了眼了呀！渣男自有天收。哎，小天，你刚看到赵立恒那个样子了吗？又哭又笑的，太解气了。上台1千转移财产，
这个就叫恶有恶报。1300多万，这还不算丰瑞地产公司，照这个速度下去，财富自由指日可待。走，张天，你快来啊！你看那家店好像有新款，咱们去看看。走。逛了一整天了，这位大小姐是真不嫌累啊！又有新的未来日记啊！赵灵儿拥有的灵眸化妆品公司因现金流断裂宣布破产，随后被她的塑料闺蜜冯雅低价收购。其实，灵眸实验室无意中合成出一种新型材料净土，可大幅提升护肤品功效，价值不低于10亿。又是一个绝佳的抄底机会。累死我了，我脚都快断了。灵儿，我听说你现在经营的这家公司，经营的好像不太好。你都知道了。没事了，这个灵眸公司呢，是之前我无聊的时候置办的产业，是赔了点钱，今天就要破产了。大户人家就是阔气啊！要不这样，我注入一笔资金，让他再维持几个月，说不定会有转机。算了吧，你这挣钱也不容易的，没必要。我想试试。张天，你真的确定要花2000万买我们灵眸产业50%股份？我们现在的公司不值这个价。放心，我不会做赔本买卖的。风雅、贺涛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灵儿，我听说你的灵眸公司快破产了，我们是好闺蜜，我当然是来帮你的。赵小姐，不如将你的灵眸公司转卖给我们，虽然现在不值什么钱，我也出100万，不会让你血本无归。果然来了，未来日记上就是他们想趁火打劫，可惜你们来晚了。可是刚才我已经把50%的股份卖给张天了。什么？你卖给他了？贺哥，这小子是谁？难道他也知道了净土的消息？不可能，净土所有数据报告都被我压下了，伪装成了失败项目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张先生，不如将你手里的一部分股份一并转让给我。灵眸现在的情况你也看见了，现在转手还能挽回点损失。100万这个价格对于你来说已经是天降横财了，做人不能太贪心。有道理，那我就把股份转让给你们。好，张先生果然是爽快人。这些股份吧，给我10个亿就行了啊！10个亿？你他妈是不是穷疯了？你以为你手里握的是金矿啊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，敢敲诈到我们头上？灵儿，你看看你找的这是什么人啊，简直就是神经病！你们心里应该非常清楚，灵眸公司最新研究出的新材料净土值多少钱？什么净土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没错，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。赵总，天大的好消息！我们之前那个判定失败的净土材料，数据重新核算后发现成功了，而且效果惊人，绝对是颠覆性的技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风雅，我的好闺蜜，你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？灵儿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。灵儿，我们都是为了你好。出去！我现在不想看到你们。张天，多亏了你啊！要不是你，我肯定早被他们给骗了。没事儿，我现在也是灵眸的股东了。对了，记得给我分红就行。呆子，只知道钱。喂，天哥，在哪儿呢？我要结婚了，出来喝点儿。恭喜啊！好，那我一会儿过来。灵儿，我有事出去一趟，公司的事儿就交给你了。对了，别忘记给我分红。呆子，来碰一个。天哥，我跟你讲，我未婚妻叫李小月，等哥们儿结婚的时候，你可一定要来，给我当伴郎。好。有新的未来日记。李浩的未婚
婚妻李小月，此刻正在悦来酒店1203房间与王晨偷情。李小月同意结婚，仅为掩盖怀了王晨的孩子。嘿，等结了婚，我就用拆迁款开个小超市，让小月当老板娘，你说好不好？嘿嘿，哎，天哥，你咋不说话呢？耗子，你看这个韭菜啊，是什么颜色的？天哥，你喝多了吧？韭菜当然是绿的，咋了？你想说它很健康？没错，是绿色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有些人也得看清楚是什么颜色。哎呀，天哥，你这话里有话呀。小月她跟别人不一样，她善良、单纯，对我更是好的没话说。她还说给我生个大胖小的。果然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兄弟，别怪我狠心，长痛不如短痛。耗子，别喝了，跟我走。去哪儿？这酒还没喝够。我去带你看看你未婚妻现在在干什么，看看她到底是什么颜色的。小月她在闺蜜家玩呢。行，我跟你去。我相信小月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。走。啊。推来日记说的就是这里，悦来酒店1203房间。耗子，敲门吧。谁啊？干什么呢？天哥，里边是男的，不是我老婆。我就说嘛，小月怎么可能会出轨？绝对是误会。以前没发现这小子这么能自欺欺人。跟我来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赶紧滚，不然我报警了！老婆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谁是你老婆？我们领证了吗？你敢跟踪我？可我已经给你家30万彩礼，婚期都定了。哼，你给的那30万彩礼够干什么的？你知不知道王少自己创业，公司一个月净利润就上百万，能顶得上你一辈子挣的钱。行了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我给你10万，立马滚！今天的事儿就当没发生过。小月，你以前不是说不在乎我有没有钱，你喜欢我踏实。切，人往高处走，你懂不懂啊？我告诉你，王少现在可是在和灵魔化妆品公司合作。最近市面上最火的净土系列就是灵魔化妆品研发的，跟着王少前途无量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巧了，我刚收购了灵魔化妆品公司50%的股份。这灵魔化妆品公司对合作商的道德标准啊，漏洞很大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和我们公司合作。接着吹，他这种穷屌丝能认识那种大佬，穿着人模狗样的，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就是，我跟李浩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他身边有什么朋友我一清二楚。你怕是连灵魔公司大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吧？在这儿演什么霸道总裁，恶心！天哥，我知道你说这些是为了给我出口气，但这些话他们不会信的。喂，张天，你找我啊？对，咱们灵魔化妆品项目的合作商是不是有一个叫王晨的人？如果有的话，立刻终止跟他的合作，永久拉入黑名单。好，我马上查。演，接着演。你这种人不去当演员真是太可惜了。对了，王少，你不用害怕，灵魔那么大公司，怎么可能听他的？王少，电话来了，接一下，别错个大生意。什么？灵魔公司总部打来电话，全面终止和我的合作，老子掏了几百万全打水漂了，还有银行上门讨债。赵总，求你饶了我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狗眼看人低，那几百万是我抵押全部身家借了高利贷才凑齐的，如果全赔了，我就完了。哎呀，张总，原来您这么厉害呀！李浩，你有这么厉害的朋友，也不早跟我说。张总，刚才那都是误会。误会？别跟我说话。耗子，别因为这种眼里只有钱的女人伤心，咱们未来的路还长。走吧，天哥，我听你的。天哥，这杯酒我敬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就真的傻乎乎的给别人家养孩子。这杯酒我干了。
耗子，我呢给你转了100万。你以前的梦想不是开个超市吗？去开吧。天哥，使不得，这钱我不能要，你快拿回去。耗子，当初我爸住院，你把你好几年的压岁钱和打工挣的钱硬塞给我，我给你转的这100万呢，你就踏踏实实的收下，踏踏实实的开个超市，风风光光的娶个媳妇儿。等以后挣了钱，你再把这钱还给我。天哥，谢谢你。本周五嘉德盛世拍卖会，一件云龙纹眉瓶被误判为清末民窑仿品，实则为嘉靖官窑罕见品种，存世稀少，市场估值不低于2800万元人民币。就是一件好东西啊！这次拍卖会必须拿下。嗨，张天，你快看，天大的好消息！那个净土系列的市场反馈数据全部出来了，线上线下已经全部售罄了，预计这个首季度就能抢占60%呢。很好。哎，对了，最近嘉德盛世是不是有一场拍卖会啊？是，他们是邀请过我，可是我对那些老古董不感什么兴趣。你要是感兴趣的话，咱们可以一块过去。好，一块去。来。对了，张天，你这平时对古董也不感什么兴趣，难不成有什么内部消息？也没有，就是来碰碰运气。是曹少，曹少，您今天竟然也来了。曹少真是让这场拍卖会蓬荜生辉啊！听说曹家最近在海外又赚了一大笔钱，真是财大气粗啊！这个人是谁啊？曹家少主曹怀野，平时仗着自己家里有些矿，整天泡妞的花花公子，烦人的很。灵儿，我知道你在这儿，专程来找你的。曹怀野，我们并没那么说，请你叫我全名。还有，我不想让我男朋友误会。这个穷小子，哼，拿什么跟我比？曹公子，你好，我就是灵儿的男朋友，不知道你有何指教？灵儿，我为你付出那么多，上次你生日，我从法国空运9999朵玫瑰花送给你，你喜欢的限量款手表，我托了多少关系才找人买到？还有上次晚宴1000万的翡翠项链，我二话不说直接送给你，我难道还比不过一个穷酸小子吗？原来大名鼎鼎的曹家公子还是一个深情的舔狗啊！看来你这个花花大少的名头有点名不副实啊！舔狗？你他妈说什么？说谁是舔狗？这大名鼎鼎的曹少竟然也有今天！砸了那么多钱，人家都没正眼瞧他一下，真是笑死人了！尊敬的各位来宾，我们的拍卖会即将正式开始，请各位抓紧时间入座，珍品云集，机遇难得。我相信今晚一定不会让各位失望。今晚的第一件拍品，竹雕山水人物笔筒1件，包浆醇厚，刀工精湛，起拍价8万元，每次加价不少于5000元。我出8万5。9万。10万。10万，这位女士叫价10万，10万第一次。11万。这件笔筒价值大概在20万左右，正好可以试试水。15万，这位先生出价15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穷逼，想拍下这件宝物，我偏不让你如意。20万。这竹雕笔筒市场价顶天也就18万呢，再加价就是冤大头了。人家斗富呢，有好戏看了。张天，曹花也就是个疯子，曹家底子厚，没必要和他争的。必须先解决掉他，不然等我的目标出现，他会是个大麻烦。22万，25万，28万，30万。哼，30万就买个竹雕笔筒？曹家财大气粗，这点钱不算什么。曹大少，你是钱多没地方花了吗？这个竹雕笔筒市场价最多也就值20万而已。本少爷乐意，就喜欢抬价玩。怎么着？你男朋友要是玩不起，就趁早认怂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50万。哼，60万。来，继续加
既然曹公子喜欢这件宝贝，君子不夺人所爱，我就让给你了。你他妈故意坑我！什么叫我故意坑你啊？这儿可是拍卖会，价格是你自己喊出来的，玩不起啊！诸位贵客，接下来这件拍品，明代成泥和鱼砚，此砚造型古朴，鱼纹生动，乃文房雅玩中的珍品，起拍价50万，每次加价不能少于5万。我出55万，65万，70万，70万。这位女士出价70万，还有更高的吗？老爷子念叨了好久，想要一房好砚台，这件正对他的胃口。90万，90万，曹大少出价90万，90万第一次，必须彻底解决掉这个麻烦。150万，150万，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？这方砚台根本就不值这个价。你他妈疯了是不是？那东西最多值他妈120万，你故意抬价是吧？可能是故意的吧？怎么，曹大少爷没钱了？放屁！谁他妈说我没钱？160万，200万，250万！王八蛋！只要你再敢加一次，老子就让你也当一次冤大头！真以为富二代都是没脑子的凯子？既然曹大公子这么喜欢，那我就再次恭喜你获得第2件宝贝。200多个买了个砚台。曹少这是又被坑了呀！曹老爷子要是知道，非得去医院不可。250万第一次，250万第2次，250万第3次，成交！恭喜曹少喜获珍品。本少爷喜欢，区200万，我曹家有的是钱。诸位，接下来的这件是今晚的压轴重器之一——云龙纹瓶。就是它，未来日记提示被严重低估的嘉靖官窑珍品。此瓶器型端庄，釉色饱满，起拍价150万，每次叫价不能少于10万元。我出165万，这可是件大货，180万，200万，250万，350万。这位先生出价350万，350万第一次，500万。曹少爷，要不要再跟我玩一次啊？王八蛋又想坑我，真当我是傻子呀？张天，你当我白痴啊？同样的套路，我不会上你3次当。这破瓶子，你喜欢就拿去啊！小爷不陪你玩了。曹公子，你这是变聪明了啊？是啊，他智商涨了不少啊。一对狗男女。500万第一次，还有更高的吗？500万第2次，500万第3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先生拍得云龙纹瓶。哎呀，这破瓶子最多就值300万，你花500万买，纯冤大头嘛！曹公子真是有眼无珠啊！这么好的稀世珍品，你都看不出来啊？张天，这个瓶子还有别的玄机吗？当然，这个瓶子呀，可是嘉靖宫廷御窑所制，存世极其稀少，价值远非普通官窑可比，市场价值应该在3000万。真的假的？3000万？从哪看出是嘉靖御窑的特殊款式？会不会看错了？你他娘的放屁！绝对是假的！拍卖会上的宝物可是有权威专家鉴定过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级别的宝物？张先生，能否让我上手仔细查验一下？顾经理请便。张先生，是我们大验了，您说的完全正确，这确实是嘉靖官窑极少见的暗款珍品，价值远超于起拍价。您真是神眼啊！张天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运气好而已，还得多谢曹公子啊！刚才没跟我争，不然这种大漏啊，我怎么能捡到呢？对吧？你他妈早就知道是不是？故意给我下套！你他妈的算计我！你看啊，这曹大少又变聪明了。你给我等着！哼，滚！张先生，发生如此大的纰漏，我们拍卖会深感抱歉。我们想以3000万的价格回购这件珍品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500万变3000万，这是点石成金呐！早知道我刚拍下来了。好，没问题啊。昨天又赚了3000万，先定个小目标，3个月内财富自由。
张总，下午3点有个非常重要的商业谈判，是关于我们丰瑞地产名下最核心的资产城西7号地皮的招商建设相关事宜。冯氏集团连续投资失利，急需开发优质项目挽回损失。冯长鹤将携女友张雅前来与丰瑞地产谈判7号地皮合作开发，此项目关乎冯氏集团能否重获市场信心。张雅，我那名前女友。这次谈判的公司是哪家？是本地的老牌冯氏集团。据说这一次呢，是冯氏接班人亲自带队。行，周经理，这次谈判我会亲自去。好，那我先去准备会议资料了。小天，你不是不爱打理公司的事情吗？这次呢，不一样。小雅，老爷子松口了，只要我把丰瑞地产的项目拿下，他就正式同意把冯氏集团交给我接手。冯少，你为了公司的事都瘦了，也别光忙着谈项目，也要多多注意身体。放心，丰瑞地产的老板是赵家二少赵峰，跟我关系铁得很。这次谈判就是走个过场，只要我接手了冯氏集团，就马上娶你进门。冯少，其实我不在意这些的，只要能跟你永远在一起就好。张天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被开除了，然后来丰瑞地产应聘的吧？张天，算你运气好，这家丰瑞地产的老板是我的好朋友。如果你跪下来求求我，我就让他在公司给你谋个职位。听你这么一说，你跟这公司老板关系很好，可是我不认识你啊。张天，你真是死要面子。丰瑞地产的老板是赵家二少赵峰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给他提鞋都不配。你们的消息未免太落后了。丰瑞地产已经被赵峰转让给我们张总了，现在坐在你们面前的就是丰瑞地产唯一的老板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7号地皮刚刚宣布新规则，价格暴涨，赵峰就算是个傻子，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卖掉7号地皮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进来吧。周经理，你来的刚好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不是说好的这次谈判只是走过场吗？赵二少他人呢？冯少，我想你误会了，张总现在是丰瑞地产的唯一控制人，而你冯家因为近期的信誉问题，已经排除在合作名单之外了，请回吧。这怎么可能？赵峰，你这个傻子，怎么能这个时候把7号地皮给卖了？冯少，你不是说项目成了之后就要来娶我吗？现在怎么办呀？赵少，你来的刚好，你之前亲口说的要把7号地皮的项目交给我们冯氏来着，你记得吗？你是谁啊？什么7号地皮、8号地皮的，给我滚开！哎，天哥，你果然在这儿。我之前用公司换您的翡翠，是我猪油萌新。这样，我把翡翠完好无缺的给您，您再把公司给我转过来呀。赵二少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现在光7号地皮的价格就已经上亿了，你拿一个1、2千万的翡翠来换我上亿的公司，是你在做梦，还是把我当傻子？瑞丰地产本来就是我的，我那是一时糊涂才转给你的。哎呀，你给我再转回来嘛！合同已经签过了，现在丰瑞地产它不姓赵，是我的产业。周经理，以后这种无关人员就别再让他们进来了。赵先生、冯先生、张小姐，请回吧。张天，你给我等着！你以后休想靠近我妹妹，也别想跟她在一起。我们赵家的人是不可能同意的。哼！爸，您知道小妹为什么不去相亲吗？她偷偷谈了个穷小子，那个人人品极差，就是个油嘴滑舌、专门骗小姑娘的骗子。小妹就是被他给蒙蔽了。你确定？灵儿平时挺机灵的，这事可不能瞎说啊！千真万确，那是我亲眼所见。不信，你可以去问问小妹啊。灵儿，过来一下。张天，你敢坑走我的公司和地皮，我就把你和灵儿的关系捅出来，
看爸怎么收拾你们！还想攀高枝儿，做梦！我听你二哥说你谈了个男朋友，真的吗？骗子，大嘴巴！问你话呢，看你二哥干啥？要是不承认，老爸可能又会安排相亲。爸，我是谈了个男朋友。正好周末呀，把他带回家一块吃个便饭。另外，你妈呀托人给你介绍了一个海归高材生，叫郑怀啊，郑怀，一块过来吃个饭，大家认识一下，对比一下。爸，这谈恋爱又不是做生意，这怎么能对比嘛？不是，妹，你怎么跟爸说话呢？爸这也是为了你好啊，让你对比一下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优秀的好男人。我听说啊，妈给你找的那个郑怀，可是顶级名校毕业的大学生。你那个男朋友不会是听了以后怕了，不敢来了吧？谁怕了？来就来。不去，你们家那个豪门相亲局，我才不去呢。500万，张天，只要你能帮我撑住场面，我事成之后给你500万酬劳。500万？哎呀，你看咱们俩的关系这么好，你遇到困难我肯定不能不帮吧？行，500万就500万，你说个时间点吧，我一定准时到。但是那个海归男郑华也会来的，我听他学历高，家世好，而且特别会装腔作势，所以你一定得提前准备好啊，千万别落了下风啊。海归男郑怀，又有新日记了。海归男郑怀为讨好赵家，准备了高仿赝品古玩作为见面礼。他是其母亲与情人所生，并非郑家血脉。此事一旦曝光，将被郑家彻底逐出家门，并剥夺一切继承权。张天，等会儿遇到那个海归男，你一定要帮我撑住场面，不能让我丢人啊！放心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。我既然收了你500万的演出费，保证演技在线，服务到位。飞来日记早就把郑怀那天底细透给我了，这仗想输都难。哟，这不是我们张总吗？登我们赵家的门，就提这么个破玩意儿，你也不觉得寒碜？赵峰，你都说了，你拿了我的翡翠就不会关我的事了，骗子！那是以前，现在这情况不一样了，我就要丰瑞地产。张天，只要你把丰瑞地产的股权现在转让给我，我不仅再也不阻拦你和我妹妹在一起，我还可以给我父母说说好话，怎么样？我今天来是挣钱的，可不是来花钱的。赵峰，我看你是没睡醒吧？丰瑞地产已经跟你没关系了。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你想进我赵家的门，没有我的支持，根本不可能。如果灵儿愿意的话，我们私奔也可以。你有种，咱们等着。走。老爷、夫人，郑怀公子到了。郑怀啊，正说起你呢，你就来了。伯父伯母，晚辈知道伯父伯母喜欢字画，特地带来一幅明代董其昌的《秋山幽居图》手卷，请伯父品鉴。董其昌的画呀，哎呀，好画啊！这是玄载公晚年精品之作，郑贤侄有心了。想必这位就是张先生吧？听说张先生也是青年才俊，不知今日为伯父伯母准备了什么礼物？哟，他能送什么礼物啊？就一个几千块钱的破按摩仪，像他这种穷酸抠门的货色呀，哎，你连我们赵家的大门都不配进来。你，赵峰，我送的的确是一台按摩仪，但郑公子送的这幅画，恐怕还比不上我这台按摩仪。张天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董其昌的真迹，至少600万。你那一个按摩仪才能值几个钱啊？张天，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。你和灵儿在一起，我原本并不想过多干涉，但你今天说话如此口出狂言，我要对你的人品进行重新的审视。伯父，这幅《秋山幽居图》如果是真迹，价值不菲。
可它呢，只不过是一幅模仿真迹的赝品而已。胡说八道！这幅画是我花重金从海外竞拍得来，以我的家世，怎么可能拿一幅赝品来欺骗伯父伯母？张天，你有把握吗？未来日记提供的情报从未出错，我自然有10成把握。董协商的真迹，比例透直，线条虚实相生。你们再看看这幅图，看似模仿其形，实则用笔犹豫。这幅图呢，只能瞒过一些普通的爱好者，在真正的行家面前漏洞百出。我猜这幅图啊，只是市场上的一幅赝品，价值呢也就几百块钱。你放屁！你血口喷人！郑公子可是家财万贯，怎么可能拿一幅赝品来糊弄我吧？我看你是嫉妒郑少吧？哎，张天这么一提示，确实，这幅画里边有很多问题，恐怕不是玄载公的真迹啊。伯父，我肯定是被人骗了，肯定是那个拍卖行他以次充好。这郑公子对字画研究不深，可能是一时不察，都得怪那些无良的奸商。对啊，爸，郑公子是什么身份？这可是郑家未来的继承人。我看这件事就是个误会，估计啊是某个小人挑拨离间的。啊，明明是张天先发现的赝品，要不然你们全都被骗了。郑家的继承人，可我怎么听说你根本就不是郑家的人？放屁！你他妈就是个疯子吧？我的身份在场谁不知道？未来日记的情报不会出错。据我所知，你并不是郑家家主的亲生儿子，而是你的母亲早年与别人出轨所生，她的身上根本就没有郑家的血脉。胡说八道！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伯父伯母，你们千万不要信他说的话，他就是个骗子。现在的医学这么发达，咱们随便去做一个亲子鉴定，不就水落石出了？你看着这么激动，莫不是早知道了这个事实？没有，你胡说！我不去做什么鉴定，我就是郑家的血脉唯一的继承人。伯父伯母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呀！看他这个反应，难道张天说的是真的？郑怀，这件事情事出突然，我觉得你还是先回去把事情调查清楚吧。伯母，小风啊，送郑公子回去，让他冷静一下。伯父，哎，郑怀，走吧，我送你。哎，走吧。哎，郑天，你很有胆识，也很有手段。不过我们赵家的门槛也不是那么好迈进来的。你和灵儿在一起，后边还有很多关，你有这个信心吗？我只是来挣500万演出费，什么过关不过关？伯父，爸爸，我们很有信心，一定能走到一起的。那好，我就拭目以待。张天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竟然连字画都懂啊！你肯定让我爸刮目相看了吧？这位大小姐不会想赖账吧？赵小姐啊，你该不会想用这招蒙混过关吧？你答应我的500万演出费，1分可不能少，别想靠这招蒙混过关。守财奴，切！本小姐还会赖你的账吗？等我零花钱到了，我会打给你的。哎，赵少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泥腿子，竟然让我如此难堪！妈的！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张天他就是个有运气的暴发户，敢在我们家嚣张。我跟你说啊，要不是我妹妹被他迷得5迷3道的，我早就办了他了。哼！妈的，赵少，那王八蛋，他底子薄，就几百万身家，只要让他破产变成穷光蛋，灵儿肯定不会多看他一眼。哎，他这小子滑溜得很呐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哼，我正好有一家新能源电池公司，新能科技，账面上很漂亮，实际欠了一屁股隐形外债，资金链马上就要断了，只要把这个公司卖给他，
绝对让他血本无归。哟，不错呀，这个主意好啊。那小子不就喜欢收公司炫耀吗？我到时候呀，怂恿他，保证啊，让他接下这个烂摊子。哎，对了，郑少，你这样抽空呀，做个亲子鉴定，拿出来铁证，好好打打那小子的脸。赵峰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小子他妈也跟那混蛋一样，不相信我？心里没鬼，你激动什么？难道张天说的是真的？哎呀，郑少，你看你又急，我肯定100%信任你啊！走吧。今天赵峰试图将新能科技高价卖你，该公司因技术瓶颈和资金链断裂濒临破产。明天国家将出台重磅政策，全力扶持新能源电池，新能科技市值将飙升10倍以上。张总，赵公子非要进来，我没拦住。没事，小婉，赵大公子来我的办公室有何贵干呀？本少爷有笔生意，便宜你。我手上呀有个新能源公司，前景非常好，但是我最近手头有点紧，着急用钱，打算转卖给你。你有这种好事儿，会便宜我吗？张天，你说这话那就没意思了。你可是我妹夫，要不是我最近投资有点多，手里比较缺钱，我才舍不得卖呢。行，听着挺不错的。打算卖多少钱？这样吧，2个亿，这个价格绝对值。小婉，送客。哎，别，这个价格呀，好商量。张天，哪有你这样做生意的？也不给我还个价？2000万，多一分都不给。哎，不是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这设备、场地这都不值2000万，8000万，最低8000万，3000万一口价。这。傻逼，新能科技一屁股债务，只要你接受就能拖垮你。哎，行吧，3000万就3000万，签字吧。张总，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他看着不像好人。不用。好了。张天，你等着破产吧，看你还怎么嚣张。赵峰，多谢你送来的这份厚礼。未来3个月内，3家初创公司因其颠覆性技术，成为各自领域的独角兽企业，分别为幻视科技、深蓝思维、元和再生。3家独角兽企业，看来有必要提前布局投资了，组建一个投资部门，把未来日记的情报转化为优势。请进。张总，涨了，涨疯了！什么事儿？记住，以后遇到事情慢慢说。新能科技涨了，咱国家出台了相关扶持政策，咱的股份涨了10倍不止，还在疯狂往上冲。张总，你真是神了！我呢，只是平常运气比较好。刚好，你通知一下各部门，总监及以上的职位到会议室开会，我有重要事情宣布。是张总，马上就去通知。坐。接下来，我宣布一下咱们公司未来3个月的战略投资。周总监，张总，你即刻成立专项小组，重点呢跟进3家公司：幻视科技、深蓝思维、元和再生。1周之内拿出 A 轮投资方案，我要在第一时间进入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王总监，张总，你成立前沿技术追踪小组，重点研究方向为 AI 智能、航空航天、脑机接口，我要最专业的评估报告。好，我立刻组建团队。小李，哎，小赵、小杨，合作。还有那个小张。爷爷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没事，爷爷没事，老毛病了，躺几天就好。哎，听说你最近谈了个男朋友，叫张天是吧？您都知道了。哎，灵儿啊，长大了，你找个时间把他带过来，趁着爷爷还没有老糊涂亲自替你把把关。爷爷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啊！爷爷的情况爷爷自己清楚。
记得把他带过来，让爷爷看看。好，那我带他来见见您。好啊。按照未来日记提示，青囊医书就在附近。城南古玩市场，一个专卖古书的摊位上，混迹着一本《青囊医书古册》，此乃华佗手书，与医道堪称无价名著，蒙尘于此，无人识货。青囊医书，传说中的医道至宝，能够救人无数，可比任何古董瓷器都要珍贵。小兄弟，随便看，我这可都是老货。这就是未来日记提示的青囊医书。老板，这本破书怎么卖啊？小兄弟，好眼力啊！我这可是祖上传下来的，5万，少1分都不卖。5万？哼，这么贵啊！算了，我不要了。哎，别走啊！你真心要3万，你拿走。这样吧，300块我就买了。300块，行，就300，你拿着。看来报价还是高了。行吧，我扫你。好，转过去了。好。哎，张天，我总算找到你了，走，快跟我走。哎，等一下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啊？我爷爷听说你是我的对象，非要见你一面，求求你了嘛，再帮我一次好不好？赵大小姐，我之前假扮你男朋友，就是为了挣点辛苦费，一会儿见你父母，一会儿又见你爷爷，怎么着？下一次办一次婚礼呗，我把我整个人搭进去啊！1000万。什么？只要你见了我爷爷，哄我爷爷开心，事后给你1000万。赵灵儿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身为晚辈，见长辈本来就是应该的，钱不钱的并不重要。我想爷爷了，走。老赵啊，这次的状况更复杂了，你要提前做好准备啊！爷爷，这就是我之前给你提过的张天。张天是吧？眼神清正，看上去是个靠得住的人呐。灵儿的眼光没错。哎呀，以后啊，我就放心把灵儿交给你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她，别让她受半点委屈。爷爷，您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灵儿的。爸，我刚才和陈医生沟通过了，您的手术必须尽快做，不能再拖了。是啊，爸，你得听医生的。家里的公司呀、股份呀、房产，也得在手术之前立好遗嘱，白纸黑字写清楚，省得到时候分家产打起来，你躺在里边也不安心，是不是？爷爷，没事，别着急啊。你们2个就惦记着家里的家产。我看你们2个呀，是巴不得我早点死，好给你们腾位子呀！大伯大伯母，你们太过分了吧！爷爷现在还生着病呢，你们有没有良心？一心只想着分家产。我们这也是为爸着想，手术有风险，提前把事情安排好，避免日后有纷争，让爸安心养病，这有错吗？对呀，我们是未雨绸缪，为整个赵家大局考虑。你小孩子懂什么？手术的确会有一定的风险性，如果能找到失传已久的青囊医书就好了，以上面记载的古方和针灸秘术，必有奇效，而且能免受手术之苦。王教授，您说的青囊医书是不是这个？这可是我们家启明为了爸的病，花了天大的价钱从一位隐士高人那里求来的，据说是华佗手书的孤本。青囊医书明明在我手里，难道他故意伪造赝品，想害死我爷子？这就是豪门世家的争权夺利吗？赵太太，此书虽然看上去有些年头，但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青囊医书还需要经过专业的鉴定。毕竟人命关天肯定是青囊医书，怎么可能有假？爸，你也看到了，启明对您多孝顺啊，连这种无价之宝都给您求来了。你说赵家这么大的家产，你不交给他，你还能交给谁呀？爸，既然医书已经找到了，
就按照上面的方子，赶快给您治疗吧。对，赶紧治疗。不过呀，治疗之前呀，先把遗嘱立了。你们俩都这么着急，是不是盼着爷爷早点死，好瓜分家产？你是谁？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滚出去！他是我男朋友。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本青囊医书是假的，你别想害死爷爷。你凭什么说它是假的？这可是华佗真传的医道至宝，你见过真的吗？就在这胡说八道。巧了，真正的青囊医书在我这儿。不可能，为了哗众取宠，弄了本假医书来骗人。爸，你不要信他，我可是您的亲儿子，我不会害你的。王教授，您是这方面的行家，这本青囊医书是真是假，您自己看。啊，这纸张，这内容太精妙了，的确更像。不，这极有可能就是青囊医书的真本啊！这是国宝啊！没想到我有生之年竟能见到。王教授，您再看看，是不是看错了？我们这本才是。哎呀，闭嘴，够了！这2本医书啊，我会找国内最顶尖的鉴定机构联合鉴定，哪本是真的，我就赏谁继承赵家的家产。爸，他可是个外人，他怎么能继承家产呢？就是，他是灵儿的男朋友，是我们赵家未来的女婿。倒是你们都出去！张天，你有信心吗？当然有信心，等你继承家产，别忘了给我分红。这次呀，能闯过鬼门关呐，多亏灵儿的男朋友找来了青囊医书。爸，您这是吉人自有天相，福大命大。我决定了，灵儿，你和张天尽快结婚。结婚之后啊，赵家的核心资产交给你们小2口打理，我也可以早点退休，享享清福了。谢谢爷爷。哎，对了，张天怎么没和你一块儿来呀？啊，他可能因为公司有什么急事吧，他一直都挺忙的。是不是你们俩还没正式确定关系啊？爷爷，别瞎猜，我……哎呀，傻丫头，男追女啊，隔座山；女追男呐，隔层纱。哎，我教你一招啊，你知道当年你妈是怎么追上你爸的吗？哎呀，爸，说这个干嘛呀？我那时候年纪小，不懂事，别教会了灵儿。哎呀，当年呐，是你妈看上了你爸，干脆就来招生米煮成熟饭，先把事情定下来。你爸呀，想反悔都来不及了。生米煮成熟饭。爷爷，谢谢爷爷，我懂了。好。这是……来，张天，为了庆祝你公司市值破500亿，再来一杯。喝。来，再来一杯。有点多了。张天，张天走。完了，竟然给我用美人计，还是栽在这女人手里。哎，未来笔记啊！赵灵儿怀上了你的孩子，9个月后将生下龙凤胎，母子平安。怀孕了？